请问知不知道林满江住哪个病房？不知道。喂，张书记。哎，本安，林满江现在情况非常不好，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什么都不愿说。组织上希望你能去跟他谈一谈，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出一些情况，比如那10个亿的交易费。好。范市长，你找我？快来，帮我把报纸摞上去。哦，对了，燕儿还得跟你说个事儿啊。市纪委王副书记来通知了，李学新书记马上到咱们报社来调研了，通知大家赶紧大扫除啊！哎，让李书记看看咱们报社的精神面貌。喂，你好，哪位？我是申侯。申侯？对，我有料要报。你不用跟我报了，你直接向中央纪委举报吧，网上有举报电话。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林满江已经被立案审查了。其次，你也别跟我打哑谜了，王副总。他怎么把电话挂了？我一说出他的身份，他就立马把电话挂了。他本身也没有实际证据，现在就更没什么可报的了。就是嘛，那个林满江、傅长明身居高位，又都那么精明，哪能随便就让他抓住把柄？不过那个王副总还是知道些线索的，和一般的吃瓜群众不一样。哎，你可不要小瞧吃瓜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主席说的。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使命是一个很沉重的词，不像李德光说的那么轻松，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有些人把自己给养活了，就算是完成使命了。对于朱长平、谢英子那一代革命者来说，使命意味着奉献和牺牲，意味着用他们的肩来担起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苦难。我心里面最牵挂的就是你。好好想想爸爸说的话，你留在国内，最多就是又做一个吕德光和林满江，这样真的有意义吗？可是，我是真的很佩服吕德光，还有老8年。你看看吕德光的遭遇，当这一切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能够安然处之吗？你不行，你会受不了的，因为你不是吕德光，也不是林满江。但我可以学习，去做一个吕德光、林满江。当你手握权力，决定芸芸众生命运的时候，你能保持不乱用权力吗？
能永远不被权力腐蚀。本安，去吧，跟林满江好好谈谈。本来我还想请程端阳师傅也来做做他的工作，可是程师傅就是不答应。他不会答应的。他心痛啊。我猜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不应该让我们三个这么伤心。如果就是老老实实学门技术，留在金龙矿，今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这怎么可能呢？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一个东方大国，在巨变中崛起。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里还有平静的角落啊？要我看，关键还在于每个人的选择。比如你齐本安，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张书记，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来看看你。我给你炒了你最爱吃的菜。
知道你现在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我。林董，你就这么输不起吗？没什么林董，只有林满江。见不见你也不是我说了算。基本上，你夙愿已偿了，今生我们互不相欠。来生最好也别见了。没有你啊，大家相安无事。石红杏如果不背叛我，我可以保护他一生一世。更不希望看着他如此悲剧的离开人世。可是你的保护是有前提的啊！你不要跟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胜利者，你掌握真理。听海的声音，看寒夜平静。当汹涌都退去，万物都安宁。闪烁的微光，漂泊的方向，人们循着天际眺望，靠岸的地方。请凝望着繁星，抚慰疲惫的心。思念和祈祷会被听见，在安然的港湾。能不能帮我个忙？你跟他们说说，我想跟你单独聊聊。我就是想坐起来，跟你喝一顿酒。
能不能让纪委的同志先离开一下？请相信戚本安同志。你们出来一下。这么多年，都是你喝酒我喝茶，真好喝啊！本安，有话就说吧。说什么都可以吗？说什么都可以。说吧。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自省的人生没有意义。”直到现在，你还没有一点反思吗？怎么可能没有反思呢？我很后悔啊，后悔把你派到了荆州。本安，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担心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在党组讨论决定之后，我把你的任命扣下来半个月。是你的恭顺欺骗了我，我还以为你真的改变了。像你一样，变成了职位上不讲原则的利己主义者了。是现实主义者。但现实是，我们面对着一个民族千古未有的伟大变局，一个美好而充满幸福的未来。我们是这个历史大变局中的参与者。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但肩负着组织的期盼，还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这么说，我始终没有改变你，你依然是12年前那个上海公子的戚本安。你这12年一直在韬光养晦，是吗？不是这样的，我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倒是你，我以为你改变了，没想到你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你的权利，满足你的私欲。说实话，我很痛心。我作为这个国家执政党的党员，必须遵守这个党的纪律。我作为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公民，就必须要坚守法律的底线。
齐本安同志真的不容易，他今天面临的很多困难，正是我们这些纪检监察干部经常要面对的。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反腐有没有震慑力，关键就看是否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你把自己人生的失败归结于我跟洪庆的忘恩负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恰恰是你私欲的膨胀、党性原则的丧失，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如果你不是利用手上的权力来谋取一己私利，而是用它来创造价值，该多好！已经不容假设了。不管它有多美好，有句话怎么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走错一步就回不了头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不是也该拷问拷问灵魂了？我们是否还有理想？是否还记得一个党员干部的信念？对财富的角逐，而丢失掉应有的忠诚，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都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摸索，也不知道我们收获的是成功还是失败。但如果我们不去尝试，哪里会有我们今天的坐而论道？所以，你为了坐而论道的机会，就背弃了信念。齐本安，你不要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我面前跟我夸夸其谈。理想、信念，不是我们今天谈话的目的。是，不是目的，但这是避不开的话题。本安所说的，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是李满江所不敢面对的，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最终让他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你可以高谈信念、初心使命，但是谈灵魂的话题，你不再囿于物质的困扰。那你忘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历史吗？他们的革命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年代进行的。物质的困扰真的能成为你忘记初心和信念的借口吗？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对党性原则的背叛，真的不让你内疚和痛苦吗？我们做父母的呀，就是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再囿于物质的困扰，好让他们有时间能想想你说的灵魂问题。来之前我找过了小薇，小薇告诉我，她现在的困惑和痛苦，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不知道谁还需要她，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多余的人。你还不明白吗？你处心积虑的安排，对小伟来说只是负担。那个傅长明贪得无厌，他怎么可能真的帮你照顾小伟？你追求的一切，到头来，其实就是一场空。是啊，哎，傅长明
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更清楚。典型的饿狼，哪里有血腥味，他就跑到哪里。所以这次，我只能希望他能顾及我对他这么多年的关照。所以我内心十分的不情愿，但是我别无选择。你这样想就错了，你应该真正的为小伟考虑，以小伟的知识和见识，他会接受你给的枷锁吗？本文你说的没错，我们对儿女的爱，实际上是给儿女带上了重重的枷锁。那么你现在还想把这种枷锁继续套在小伟身上吗？我现在是小伟的耻辱和伤痕啊！小伟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告诉我，他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但只要他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非法所得交上去，一分一毫都不留。他只希望能够减轻你的罪孽，你不觉得这很悲哀吗？林满江的心被刺痛了，就像他背叛否定前辈一样。而且傅长明当真可靠吗？他那么贪婪，怎么能期望他在10年、20年后把巨额财富交给儿子呢？林满江一下子顿悟了，他的贪婪和算计变得毫无价值了。人这一辈子，真是不能走错路啊！是的，没错。其实你的人生本来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我很佩服你啊！到了这个年纪，还有如此的激情，心中还有那份美好的理想。我也希望你能够经受住权力的考验。大师兄，你该跟组织长交交心了。好，你去跟张金庸说吧，我跟他谈。谁说的？忘了。大概意思就是，我们一生都在拼命地追求命运的破烂，可是到最后才知道，
实际上，我们心中的美好，是来自内心的淡定和从容。那么，大师兄，现在你的内心真的淡定从容了吗？啊，这时候你还不相信我的感悟吗？我信，我信。兄弟，我们纠缠了一辈子，今天我知道了，你是对的。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佑权，才能赢得人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纪委组织对于中孚集团的重拳出击，有力打击了林满江腐败小团体，肃清了中孚集团的不正之风，也挽回了流失的国有资产。这是一次纪委组织激浊扬清的反腐亮剑，更是一次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困境中的胜利突围。同志们，荆州328事故后果严重，必须追责。我们对市长吴雄飞的撤职处理，大家的意见看来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对市委书记吕德光的处理，争议比较大，尤其是荆州的一些同志，比如李学习，还有市公安局的郑子兴等等这些同志都来找我，也找了国府同志，要求我们为荆州的老百姓，尤其是棚户区的老百姓，保住一位愿意干事儿又能干事儿的干部。但是，同志们，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吕德光同志在这次事故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鉴于吕德光是省委常委，又是中管干部，对他的处理权限不在省委，我们报请了中央，处理决定如下：免除吕德光同志荆州市委书记的职务，令其专职负责矿工新村的改造工作。哎呀，徐书记啊，您这字儿是鞭策我呀？什么？反腐倡廉，正本清源。你总结的不错，来，放着，走。来，徐书记，当时我的任命，您和国资委领导早就研究决定了，只不过林满江没宣布。现在看来，中孚集团的反腐败斗争
在我的任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组织上对林满江的问题早就有关注。所以啊，徐书记，今天我除了来汇报工作，也想向你请教一下。你们当初把我派到荆州中福去，也没事先找我谈话，怎么确保我能完成任务？没找你谈话，但组织上一直在考察你。你对荆州熟悉，工作能力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原则性强的同志，派你去荆州主持工作是最合适的。事实证明党和组织没有用错人，你不负众望，顶住了压力，最终铲除了林满江的腐败小团体。所以，本案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赶紧配合市委市政府做好棚户区的改造工作。对，这也是我的愿望。来，借您的茶，敬您老一杯。随着荆州中福无意房改资金的追回，矿工新村棚户区改造也正式启动。此后，类似矿工新村的连片棚户区改造也相继提上日程。进。徐书记。呀，季爷啊，你怎么来了？来。给您个惊喜啊！哦，什么惊喜？有个好消息要跟您汇报一下。什么好消息？荆州棚户区改造已经完成，棚户区的居民已经搬进了新家。这个消息，你已经知道了。齐本安已经告诉我了，棚户区改造成功，然后反腐倡廉取得成效，这是双喜临门的事儿，该总结，该表彰啊！太好了。各位领导，这是展览的第一部分，主题词是血火年代，艰苦创业。80多年前，中福集团就是从一个小铺面起家的。起家的资本是共产党员朱昌平卖掉祖屋，捐给党组织的5根金条。这80多年来，薪火相传，我们一代又一代，才有了今天的中福集团。我们的企业是国之重器，是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创业者的辛勤积累，其性质是全民所有，说到底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这些企业高管和各级党政干部一样，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财产的管理者和守护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让人民的财产在我们的手上保值增值，让国之重器在我们手上不失重。我们不能玩忽职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不能心起贪念，内外勾结，去坚守自盗。
唱歌当痛苦。人生的脚步，追逐着幸福，总有风雨骤。黎明的光辉，穿透夜的黑，点亮你的美。谁搬就搬退，流星的不睡，生命的机会。世间的是非，总有个错对，去纯真去伪。烟雾会散在明月的两头，力量的交汇，正义的回馈，是无坚不摧。的人心相随，问死心无愧，最难能可贵。光明都洒在清风的左右。